大家晚上好，我们又准备开始新一天的直播了。首先跟大家讲啊，就是这周呢，明天应该晚上还有一场直播啊，因为我准备约这个 Open Cloud 玩的好的人去跟人聊一聊，他们具体是拿着东西干嘛使的啊？我虽然装了 Open Cloud，但是自己其实用的并不是很多啊，我这里可能 Codex 和 Anti-Gravity 用的多一些。但是 Open Cloud 大家现在每天还在很热情的讨论，每天有日更新啊，今天更了什么版，明天更了什么版。其实很多开源软件都日更新啊，但是每一个日更版都可以引起这么多关注的软件，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所以现在 Open Cloud 每天都在更新啊，那我得找人好好的去了解了解啊。这个明天晚上8点，欢迎大家准时参加。然后呢，这周啊又该录会员节目了啊，等我回头去挑一期来给大家讲一讲吧，还讲一些啊跟新的创业和未来的预期相关的事情吧。那么今天呢，咱们要讲的就是艺人公司的事情啊。现在艺人公司也是非常非常热的一个话题。我看看大家什么啊，第一啊被抢了啊，是的，有人在你前头啊，这个晚上好，新年好啊，这个新年好，大家应该已经有开始上班了啊。我也装了啊，感觉没用啊。龙虾感觉是给批量更新营销号用的啊，这个明天我去问问，这个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去问问啊。点赞啊，你们都点赞了没有啊？点了赞才可以好好看视频。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讲这个艺人公司的事情啊。欧美能搞艺人公司的前提是大量为小微企业提供法务咨询的律所和税务服务的会计师。哎，这哥们儿讲的实在是太对了啊，是非常非常正确啊。但是呢，这个后边我们也要讲一些这个艺人公司到底怎么玩啊。好，喝口水，咱们就准备今天的节目了。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艺人公司又有新概念了啊，冲啊大家！那么，大家现在呢都在做艺人公司啊，新机会来了，很多大 V 啊又嗨了，政府各种支持补贴政策都来了，AI 时代的新风向，还有不少人开课卖书啊，说赶快去做艺人公司啊。熟悉的味道又来了啊！怎么有股浓浓的韭菜味呢？其实绝大多数人都讲错了啊！艺人公司和绝大多数人讲的并不是一回事啊！今天老范给大家讲一讲。那么今天这故事呢，分成6段啊。第一段呢是网上主流的艺人公司课程都是怎么坑人的。第二段啊 ，AI 时代艺人公司可以做所有的事情这件叙事啊。第二件事啊。AI 时代，艺人公司可以做所有事情，这件叙事就是最大的谎言啊，不是这么回事儿。第三个啊，AI 时代是不是艺人公司的一个好机会呢？啊，咱还要稍微解读一下。第四个啊，政府现在在拼命鼓励艺人公司是为什么？啊，第五个啊，老范作为一个实际案例，是不是要赶快去注册一个艺人公司呢？啊，咱们以老范为例啊，去跟大家讲一讲。最后啊。跟大家说，大家是不是要去拥抱一下艺人公司？那么首先，网上主流的艺人公司课程是怎么坑人的？这是一个新词儿啊，叫 OPC（One Person Company） 啊，大概是这样，还是 Corporator 我不知道，反正叫 OPC 啊，是这样的一个词。那么现在主流的课程是什么啊？这个咱们先不说是艺人公司是什么，现在主流的课程讲什么啊？一般呢，开篇要引个流啊，说。这个有焦虑啊，要先制造焦虑啊，然后做这个造梦叙事，然后呢，完成用户的心理种草啊，要干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怎么制造焦虑呢？说这个啊，这个要精准的击中职场人的核心恐惧，反复强调啊，35岁裁员了呀，35岁没工作了呀，职场内卷内耗啊，死公司跑不赢通胀啊。打工一辈子没有话语权啊，个人卡收款被税务稽查呀，对吧？你说我好不容易想挣点小钱，
对吧？税务来还查你啊，个体户经营要承担倾家荡产的无限连带责任啊，把全职打工啊塑造成风险高啊，风险极高啊，没有自由啊，无未来的一个选择啊，所以啊很焦虑吧啊，怎么办呢？啊，那么下一件事要造梦了啊，说把艺人公司塑造成普通人逆袭的唯一最优解啊，用一个人一台电脑在家办公，年入100万，时间自由，不用看老板脸色，风险彻底隔离，税负大幅降低啊，用这样的标签构建了这个低投入啊高回报、零风险全自由的一个创业神话啊，那这好事赶快来呀！然后呢，进行认知重构啊，把艺人公司从一个法律主体概念提高成人生存方式的终极选择啊，提出了把自己当成一家公司来经营啊，不做打工人啊，把自己做成 CEO 的口号，完成用户的心智洗脑啊，说你以后不是打工人了，你也是老板了啊，人家老板有什么其他东西你都有啊，它是这样的一套这个开头，然后呢？核心卖点是什么？艺人公司的碾压级的优势啊，刻意弱化风险和门槛啊，这就是他们干的活。那么，艺人公司有什么优势？就是风险隔离啊，最核心的是安全卖点。反复强调，艺人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啊，你欠再多的钱啊，整再多的事情，你家里的财产还是你自己的啊，它是整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呢，讲这个叫财税啊，财税节税的东西啊。最刚需的是利益卖点，就是这个啊，你怎么能够挣到钱啊？怎么能够少交税啊？这是财税类博主啊相关课程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最吸引用户的卖点。然后就是商业天花板啊，自媒体群体的核心痛点解决方案啊，针对抖音啊、小红书的核心受众啊，自媒体的博主、达人、自由职业者，重点讲解啊，艺人公司可以合规开具增值税发票。啊，承接品牌方的大额广告合作，企业级对公订单啊，可以申请商标软著啊，完成 IP 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开展股权合作啊，就是可以融资了啊，衍生产品的开发，突破个体户的无法融资、无法转让经营权的这种商业天花板。把艺人公司说成了自媒体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其次呢，是自媒体真正的其实呢，自媒体真正的难点，他压根没说啊，自媒体真正难点是什么？怎么获取流量啊？怎么讲出有意思的故事来啊？怎么让人愿意听啊？他们不讲这个啊，他们就讲说你现在已经很成功了啊，哪怕你现在还没有成功啊，你先想想成功了以后怎么办呢？我们怎么突破天花板呢？叫做艺人公司。身份与效率的这种溢价啊，这个是作为情绪价值的卖点，也要讲清楚。什么呢？就是艺人公司啊，你是老板了啊，不是打工人了，你不再是自由职业者了啊，这个是身份有一个对立，塑造当老板比打工高级的一个认知。同时强调艺人公司的决策效率，人少啊，极少人少呢就这个秒级决策啊，不用开会。不用内耗啊，快速捕捉市场红利，迎合年轻人反感职场人际关系、渴望掌控感的一个心理啊，这就是他们现在主要的一个卖点。那么干货的是什么呢？其实主要就是讲艺人公司怎么注册、怎么落地啊，然后呢，怎么去做这个财税规划，主要讲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一帮财经主播在讲这些玩意儿。那么在这个里头呢，啊，其实现在卖艺人公司课程的博主有4类啊。第一类呢，是这个财税合规类的博主啊，他呢是最大的一个群体。第二类呢是创业 IP 变现类的博主啊，这个呢流量最多啊，但是呢其实人不是很多啊，这里头有很多大 V 在干这个活，老范可以蹭这个吧，稍微蹭一点点啊。再往后呢，就是自媒体电商实操类的这种博主，这帮人其实一直在卖课，他们原来也在卖课啊，就是你怎么做自媒体，我怎么帮你起号啊，原来在卖这个，现在就有新课程啊，这咱得追上，对吧？就是做艺人公司的。最后一类呢是这个法律类的博主啊，他们也在讲，因为艺人公司实际上是有很多跟法律相关的事情需要去折腾的啊，因为你需要签协议，你需要做公司章程。
对吧？它跟这个个体户，跟像我现在这样叫自由职业者啊，已经不一样了。那么其实呢，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坑啊。第一个坑是什么？就是套娃式收割。这卖铲子的人啊，自己其实压根从来就没挣过钱，也没淘过金，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人在教大家怎么买彩票，他能买上彩票，他干嘛要教你啊，对吧？所以这帮做艺人公司的人自己其实也没有多成功。绝大多数鼓吹艺人公司的博主啊，他们自己的艺人公司核心收入根源根本就不是他们讲的什么电商咨询、什么数字产品赛道啊，而是教别人做艺人公司的课程陪跑啊，带注册服务啊，本质是淘金热。最赚钱的不是淘金者，而是卖铲子的人。他们靠鼓吹艺人公司的风口完成了自己的变现啊。这个以前有一故事嘛，说哎，这个你们一人给我1块钱啊，我告诉你怎么挣到1000块。然后呢，这个有人给了钱了，说哎，我现在教你怎么挣到1001块啊。这帮人是这么来挣钱的。第二个坑是什么？只教你开公司，不教你怎么赚钱啊！所有的课程都是教你怎么注册呀，怎么财税合规呀， AI 工具怎么用啊，却很少教最核心的商业本质：如何获客呀，如何转化呀，如何打磨产品啊，如何搭建可持续的盈利模型啊。普通人啊，缺的从来就不是注册艺人公司的方法，而是能让公司活下去的订单和客户。这也是90%的人学完了课程以后依然赚不到钱的一个核心原因啊。所以这里头有坑。最大的坑是什么？最大的坑是刻意的弱化致命风险。艺人公司是要比一个人啊要真的风险大很多的。几乎没有人会去告诉你啊，说艺人公司如果出现公司账户混同啊，财务不规范，无法提供完整的审计报告，法院完全可以刺破法人面纱，要求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所以所谓的这个风险隔离直接就失效了啊，也不会告诉你很多园区的税收返还政策极不稳定啊，甚至有虚假招商的坑，更不会告诉你用艺人公司违规避税、虚开发票会面临严重的税务稽查啊，甚至有可能会去坐牢啊，这个就没有人去告诉你了。那么 AI 时代，很多人呢讲的是 AI 时代，一个人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啊，我有 Web Coding， 我有 AI Agent， 对吧？原来我有设计师，我有法务，我有财务，现在我有 AI 全搞定了啊，我一个人在这指挥他干活啊，这事儿特别爽啊。那么 AI 时代，一个人可以做所有事情的这个叙事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啊。虽然老范每天在这讲 AI， 是今天讲说AI 这个了，然后股票跌了啊，明天讲 AI 那个了，股票又跌了，但是真的不是说一个人啊就可以靠 AI 把所有事情都搞定。那么很多人讲了啊，说 AI 来了 ，Web Coding、AI Agent 无比强大了。还有人说了，一个人出主意啊，引导一堆的这个 AI 员工干活，一个人啊就可以干一个公司的活。还有人讲了，不需要再去协作了啊，这开会实在太烦了，文山会海，对吧？协作和沟通的成本都省了，效率起飞。上面所有这些都是错的啊，每一条都是错的。首先讲第一个 ，Web Coding 和 AI Agent 是不是很强大了？有一些强大了啊，但是还有问题啊。问题是什么呢？用史山代码堆积出来的垃圾应用真的能用吗？其实没法用啊。业务人员不懂程序 ，AI 是可以写代码的，但是呢，业务人员很难提出正确的问题。绝大部分的业务人员啊，他们只能让 AI 去实现标准的功能，而里头各种跟架构、跟效率、跟安全相关的这些东西，他们是不知道的，对吧？那么他们提出来的要求啊 ，AI 写出来的代码能用吗？能，但是呢，能给大家用吗？不能啊，因为它的架构、它的效率、它的安全都是没法使了。那么产品出来了，然后呢，就算你把产品做出来了，你咋卖呀？对吧？怎么说服别人买呀？对吧？这个都是 Web Coding 和 AI Agent 所解决不了的问题。第二个，有人说，哎，我一个人提出问题，引导一大堆的 AI 员工干活啊，一个人就干一个公司的活，甚至很多大佬都在这讲说，人以后负责提出问题啊，这个 AI 一群 AI 在下头相互讨论啊，把这问题解决掉。甚至呢，还有人在教这个课程啊 ，Sub Agent 或者是 Multi Agent、Agent Teams 啊，就是一堆的 Agent，每一个 Agent 之间，每一个 Agent 有一个
这个性格啊，他们相互讨论，然后得到一个特别好的结果啊，好多人就觉得，哎，我也可以做老板啊，这个是真棒。但这个事儿呢，它也是错的啊。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当老板这个挺容易的啊？老板挺好当的，甚至呢，在中国还有一个很传统的这个观点啊，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吧？说这家伙能当老板啊，只是因为他有个好爹，我上我也行啊。这个怎么说呢？肯定有一帮老板是草包啊，这个事儿是要承认的。但是呢，我们没有人想去当那个草包一样的老板吧？我们还是希望当那个英明神武的老板，对吧？我在每天啊面对一堆 AI agent 的时候，其实是异常焦虑的啊。我是每天跟一堆 AI agent 一块干活，为什么呢？特别逗啊！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兄弟在 X 上面晒这个周扒皮半夜鸡叫的图片，他讲了一什么事儿呢？这个 Cloud Code 呀、Codex 呀这些 Code Plan 啊，就是这些编程的这个套餐呢，它的 token 是每5小时刷新一次的啊，就是你把它用完了以后，过了5个小时以后，你就可以接着用了。所以他每天晚上起来要去给 Cloud Code 和 Codex 摁回车，说命令他们说你可以接着干活了啊，对吧？要5小时干一回嘛，啊，那么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能够想清楚很多问题啊，能够想清楚特别多的问题，然后给 AI agent 提出正确的问题，这本身其实也是很累的啊，非常考验人的逻辑和认知能力。AI 呢产生大量的结果，阅读、甄别、理解，再提出新问题，最终做出决策，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我现在每天被 AI agent 折磨。真正的老板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个啊，咱们不提那些草包，也不提马斯克、乔布斯这种妖怪啊，这个其实绝大部分人，既不想当草包啊，也当不了马斯克和乔布斯。那么标准的老板啊，正常的老板是什么样的？比普通人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对吧？我以前做投资啊，那么我有时候会去跟创始人喝酒啊，那个时候，那创始人啊就当着我的面在那哭啊。对吧？说为什么？他说你是我投资人啊，我这个在办公室里啊，面对一帮的兄弟的时候，我是不能哭的啊。那现在你是我投资人啊，我面对你，我可以哭了，对吧？终于啊，有一个地方我可以哭了，对吧？你想你现在要去做老板了，你有没有这么强大的内心啊，能够顶住所有的压力？因为你如果去跟 AI agent 说我很痛苦，我很难受啊，这个东西不会弄了，那 AI agent 会干嘛？当然，他不会像普通的员工那样啊，直接说那我离职，他不会干这个事儿。AI 真的会干一个更恶心的事情，他会劝你说啊，你是对的，你去自杀吧，对吧？这个是现在 AI 会干的事情。所以呢，做老板啊，特别是做 AI 的老板，需要比普通的老板还要再内心强大一些。第二个啊，做老板要比普通人有更强的跨界沟通能力，对吧？你说我就关着门来自己干啊，这个事儿其实是不行的，你还是要有很多的跨界能力啊。这个，你说我就会打螺丝，其他啥都不会啊，那我能不能当老板啊？建议您还是继续打螺丝就好了。第三个啊，老板要比普通人有更强的认知和经验以及逻辑判断能力，对吧？你像老范为什么可以坐在这儿讲故事讲了这么多年啊？这个也是原来积累的呀，对吧？你说找一个人，你说你也坐这儿讲故事，讲不出来，对吧？大部分人其实是这样的状态，即使他上了很多年班啊，你让他把这些故事总结归纳，然后再讲出来，这个也是要本事的啊。最后一个啊，老板要比普通人有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对吧？你要每天看大量的内容，看完了以后，重新处理，然后再继续去产生新的知识出来，啊，这个是做老板必须要有的能力啊！你不能说，哎，我原来就这些东西，我就不再学习，不再看东西了，那不行啊！所以做这个老板，特别是做 AI agent 的老板，是异常焦虑的一个事情。那么下一个啊，说这个不需要协作了啊，协作和沟通成本都省掉了，效率飞起这件事呢？这个是刚才咱们讲这3个大家通常理解的错误里头最大的一个错误啊，这是最扯淡的一点。信息和各种服务并不都是开放的啊，也并不都是这个掌握在这个就是都是开源的，并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些信息和服务呢，通常是掌握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人手里边的，而这些公司呢，
虽然经常要开会啊，经常的文山会海，但是角色是确定的啊，你是这个工程师，那个人是测试，这个人是销售啊，那个人是售后服务啊，这些角色是确定的，流程也是清晰的，有天然的信任和协作基础在里头。这个是这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公司的标准架构，对吧？并不是有了 AI 各种问题就解决了，这些东西就不需要了啊，不是这样。还记得电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干的活是什么吗？啊，电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玩过一个叫电商生存比赛的事情，就是怎么能够靠电商啊把自己活下来啊？那就干这样的事儿。当然一开始这个事儿很难啊，现在呢其实也是这样啊。现在各大平台还在建墙啊，说他不希望你去用他的服务，对吧？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如果一旦把服务让 AI 用了，让你去用了，他自己原来构建的这个生态就会崩塌啊。所以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又该去玩AI 啊，要去玩 AI 生存挑战赛的时候啊，就跟那个时候那个电商生存挑战赛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能够把各种资源拎回来自己去用啊，让 AI 自己能够用上，比如说Open Cloud 啊，或者是 AI Agent 它自己可以找到资源可以用，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对吧？平台呢也会不断的降本增效啊，不断的把这个35岁以上的人啊让他们毕业，这些离开的呢，有一部分会成为平台的掘墓人啊，他们会出去做艺人公司啊，去挖平台的墙角啊，会有人啊做出开放的 AI Agent 友好的这种服务啊，哪怕说原来这个服务啊，虽然也是开放的，但是申请起来很麻烦，对吧？或者说各种的审批很痛苦啊，那么就会有人出来说，我在外边给你包层壳啊，让它对 AI Agent 友好啊，就会有人啊在离开大厂以后来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些 AI 友好的服务啊，会倒逼巨头开放啊，或者如果实在不愿意开放，他们去死就完了啊，它会变成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依然不行啊，现在我们还是需要去跟这些平台啊，需要去跟掌握各种资源和服务的人去沟通、去协作的啊。所以做了艺人公司以后，协作沟通的成本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因为为什么？原来公司里边天然信任、天然协作，现在不行了，你需要在公司之间进行协作和信任了，对吧？那么这个过程一定要比在公司内部还复杂啊。那么还有很多服务呢，本来就是需要人的啊，或者说用人比用 token 要划算。你比如说，我今天想出去玩啊，我需要找一导游啊，是找一陪游啊，那么这个东西，你就需要去真的找人啊，那么还是需要跟人打交道。这个东西呢，就叫摩擦成本啊，这个摩擦成本要比在公司里边要高很多啊。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大公司通常比较厉害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人家大啊，它确实是有道理的啊。大公司呢，背后人多、钱多、资源多，而且呢，默认相互信任啊，相互配合。那你说勾心斗角、使绊子啊，这肯定有，这个哪儿都有。但是呢，毕竟这些东西是在台面下边的啊，甭管这公司下头怎么勾心斗角，这人明面上咱们都是一公司，咱得合作，对吧？都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些散落在社会上的各种服务啊，如何发现和被发现，如何建立信任，如何确保沟通顺畅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麻烦的。摩擦成本啊，这是那篇啊叫《2028全球 AI 危机》文章里头啊，我学到的一个新词儿，非常精辟啊。所有的中介服务机构啊，包括各种交易撮合机构，美团、Uber 这样的众包平台。就是解决摩擦成本的，所以一旦是都变成艺人公司了大公司没了那么摩擦成本绝对会上升的啊。那现在讲说 AI 是可以降低摩擦成本的，是不是这样呢？至少目前还不行啊，因为现在这些平台都在建墙啊。咱们先不说美团这个什么高德呀，这帮人建的墙，最简单的。Reddit 以前大家是可以直接通过 API 去使用它的各种服务的，但是现在呢，人家给你封上了，你要交钱啊。X 以前那个
API 也是免费的啊，现在贵得一塌糊涂。原因怎么着？为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数据要卖钱，对吧？你如果这些 API 是开放的，是免费，你可以随便调用的，那你怎么去一年找人收几千万美金的这个数据使用费呢？所以现在大家在卖钱啊，现在大家都在建墙啊，这个摩擦的成本在上升。所以啊，这个 AI 时代啊 ，AI 的这些能力很强啊，大家去做艺人公司这个事儿本身是错的。那么 AI 时代是不是艺人公司的好机会呢？也算是吧，啊，但是呢，这个 AI 时代之所以是艺人公司的好机会，它的原因跟前面大多数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艺人公司可以将自己的长处最大的发挥出来啊，这个没毛病。很多人呢，你在大厂里边啊，你明明很擅长一件事情，但是为了发挥你的长处，你需要跟很多人去这个纠扯啊，你会觉得很痛苦。那么这些人离开大厂了，他们了解大厂的运作机制，上下游的资源都了解啊，他们呢可以通过艺人公司的形式提供原来大厂的各种服务啊。那你说原来大厂这么多人能提供服务，我一人做不出来怎么办？不是让你说，哎，我用这个 web coding 啊，用 AI agent，我就把这个大厂的事儿都做出来啊，不是干这个活。那么他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去把大厂内部的很多的这种规则啊赋能到 AI agent 里头去啊，让大家可以解决问题。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啊叫《超人总动员》啊，一家的人都是超人，里头有这么个桥段啊，就是一个特别强壮的超人爸爸。他呢有一段时间退休了啊，就在这个保险公司里头给人做理赔员。有个老太太进来理赔啊，但是呢流程跟条款异常复杂，走到哪儿都被人打回来说你这不行啊，走到哪儿不行。后来这个超人爸爸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啊，看看四下无人，就偷偷的给老太太咬耳朵啊，告诉她这个东西要这么填，那个东西要那么填，给这个老太太整理了理赔文件，最终呢通过了复杂的审核流程啊，获得了理赔。啊，这个老太太当然很感激了，但是最终呢，这个超人爸爸被开除了。所以这就是这些在大厂里头混了很长时间的人真正掌握的技术，真正掌握的秘密是什么？就是这个超人爸爸他知道怎么去绕过所有的坑去获得理赔啊，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用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可以将大厂的各种服务和接口包装成 AI 友好的模式，直接对外服务就好了，对吧？我不需要让这些人去在这个你的各种服务文件里绕来绕去啊，我直接给它包装好啊就可以了。我还用原来大厂的东西啊，这是没问题的。不会有艺人公司直接战胜传统的大公司这种故事啊，别想这个啊，但是协作起来，解决了摩擦成本的一群松散连接的艺人公司，会干掉原来的大公司啊，这是未来。大公司不算尔虞我诈，就算大家都忠诚的做公司的员工啊，一心为公司好，但是呢，有些弊端也是无法避免的啊。比如说沟通效率还是相对要低下一些，而且试错成本高昂啊，很多事情他们是不敢去试的，因为试一次很贵啊。我跟大家讲过这故事啊，就是我在上一个公司是个游戏公司，当时网易投资我们啊，这个确实是给钱了。然后我们就跑到网易游戏去跟人家去聊去。我说你们网易这么大个游戏公司，为什么投资我们这种小公司呢？他说很简单啊，他说你们启动一个项目多少钱？我们多少钱都可以启动啊，9个几百万、几十万我们都可以启动一个项目。他说对，但是在网易游戏里头启动一个项目是1700多少万，反正一个有零有整的数。我说这数你们咋算出来的？先别说这数为什么这么大，我说你咋算出来的？他说很简单，我们把网易的所有的这个跟游戏相关的服务部门的成本算清楚。啊，比如说翻译啊，本地化需要多少钱？这个测试需要多少钱？然后各种都算好，这都是平台部门的。然后你要开启一个新游戏，你就需要承担这些成本啊。所以你看每次试错的成本是有一个死数的啊，有零有整的一个数。但是小公司就不用有这种问题啊，所以很多小公司在外边创业，网易就出去投资它啊，你们来去做啊，我愿意投资你，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所以大公司的试错成本非常高啊。另外啊，前面咱们讲的啊，说没有尔虞我诈这件前提啊，前面咱们讲的这个没有尔虞我诈的这个大前提本身是不存在的啊。为什么呢？
每个人都有私心啊，那么效率低下就是必然的。一群艺人公司可以很低成本、很高效率的去测试各种各样的机会啊，这个是绝对大公司实现不了的。当需要协作的时候，快速选择最佳协作方案，这个也是大公司永远无法实现的。为什么呀？因为大公司永远是先跟内部合作呀，对吧？你内部做的多烂，我都得用你的，然后才能跟外部合作。像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说，哎，我们想选外边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回来使，公司自己做呀，你为什么不选公司的？他那做的不好，那也不行，那也是公司的，你必须选公司的，对吧？这个咱们都见过吧？这个而且呢，公司里边做产品的这些人，对吧？他也不思进取，反正你没得选，你必须选我的，那我为什么要给你提供最好的呢？所以啊，公司一定是它有一个点特别强啊，但是剩下的就只能是拉后腿了啊，这就是大公司的一个问题。那么 AI 在艺人公司里头真正起作用的方式是什么呢？啊，刚才咱们讲了，大家通常认知的3个方式其实是错的。原型设计这个事儿呢，还是由 AI 来做会更好一些。它可以极大的提高不同角色之间的沟通效率，对吧？那么我现在想做一个什么产品啊，我嘁哩咔嚓把它做出来了啊，大家看看，哎，这样的啊，那行，我明白了啊，找程序员再好好的实现一遍啊。现在至少目前吧，这个还是有效的。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方式就无效了呢？直到这个 AI 可以完全不需要人啊，独立完成全部工作的时候啊，那可能我们就不需要做原型了，直接做产品就完了。现在呢 ，AI 可以独立完成小项目，以后呢 ，AI 可以独立的完成的项目规模和复杂度可能会不断的上升啊，这是一个过程啊。至少目前为止 ，AI 还没有办法独立的去完成一个很完整的大的项目啊，给很多人用的这种项目搞不定。第二个呢，就是 AI 可以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啊，快速处理各种信息，极大的降低这个摩擦成本啊。你比如说，你这儿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接口，你写了一个很复杂的文档，原来我可能看一眼就放弃了，现在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文档扔给这个 AI，说你给我看一下，去写个接口吧。啊，这个事儿是可以搞定的。第三个呢，就是建立复杂的高效的服务交付体系，对吧？即使交付失败了，因为有 AI，成本也可以极大降低啊。这就是AI 在艺人公司里边真正起作用的方式。艺人公司呢，其实是一种全新的、非常非常高效的社会组织方式啊，非常适应 AI 时代。只是呢，适应的过程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这是一种更高效的协作建立过程啊，不是单打独斗。因为大家要相信，一旦大家都成为艺人公司，都变成一盘散沙了，我们就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协作啊，这些艺人公司要协作起来去做一个大的事情啊，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就像最早啊，我们必须在一个村子里头啊，150人一个村子，只要谁被赶出村子，谁就得死。再往后，我们可以在家族内部去运作啊，这个家族可以变得很大，对吧？家族有一个统一对外接口。后来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家族了，我们可以变成这个普通的小家庭啊。为什么？因为有社会给我们贷款，有社会给我们去提供保险，有社会去给我们搞所有的事情，我们只需要到大公司里去上班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我们把大公司也干掉啊，那么可能有更多的平台，有更多的这种基础设施，有更多的社会服务来为我们服务。那刚才有一个朋友也讲了啊，说有专业的律师和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啊，他来为这个艺人公司服务，那么他才有可能成立啊，也确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艺人公司并不是说大家自己就干自己的就完了啊，是更复杂、更高效的协作，而且协作的时候你需要克服的这个摩擦会多很多，只是在 AI 的帮助下，克服这个摩擦的这个能力会变得非常非常高而已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一旦有了艺人公司以后啊，或者说整个的社会向艺人公司的方向发展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去尝试非常非常多以前没法尝试的事情，然后每一次的协作都是最优解协作啊，这个就是会让整个社会的效率极大的提升。政府呢现在在拼命的鼓励艺人公司，不光是中国啊，全世界的政府都在鼓励艺人公司。这个为什么呢？
你现在不鼓励艺人公司不行了，这个大趋势很难阻碍啊。中国现在有哪些啊鼓励艺人公司的这些措施呢？第一个是注册和经营便利啊，线上全流程办理。你现在说想注册一个艺人公司，需要去工商局，需要去这个税务局，不需要。我记得我最早的时候做公司啊，因为我们也注册过很多公司嘛，还得找代理，对吧？然后人家给你章程，那可麻烦了，交这个代理费啊，搞定。然后你还要自己亲自跑工商局、跑税务局，到那儿敲章拿执照回来，现在都不用，线上手机通通搞定。第二个啊，就是治理结构简化，就是也没那么多人来找你麻烦吧。这个以前我们还是要去这个定期开会啊什么的，还是挺麻烦的啊。现在还是要简单很多了啊。第三个叫证照分离改革，电商啊、咨询啊这种轻资产的产业无需前置审批，因为很多这个你做这个事儿你是要有证的啊，你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干的，对吧？那么现在允许什么？先经营后补证，你先干起来，干完了以后再去补那个证去，都允许。啊，但是你比如到哪天他要求你补证的时候，你没去的话，那是要罚钱的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呢，就是要做这个个转企支持。个转企是什么意思？就是个体户转成企业啊，转成艺人公司，无需提供清税证明啊。原来你说我要转这个东西，你要清税证明啊，现在不需要了，还可以继续沿用啊，还可以延续原来的资质和经营记录。对吧？你原来啊是有什么个体经营的这个资质啊，现在接着用没问题。所以个转企这块也是开绿灯。中国现在是把所有这些东西啊都弄得尽量简单。再往后是干嘛？减税啊，对吧？做艺人公司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少交税嘛。艺人公司是要交企业所得税啊、增值税，要交很多这些东西的啊。那么现在这些通通都在减免，研发费用可以100%抵扣啊。你说我现在有一个研发成本。啊，但是我挣了钱啊，我不想去交税怎么办？我通通把它抵成研发成本，100%啊都可以抵进去。6税2费减半啊，就是中国其实这个企业是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税费的，什么城建税啊、房产税啊、印花税啊、资源税等乱七八糟这些税通通都减半。然后企业融资也要给很大的支持，你要注意啊，个体户是没法融资的啊，个人也是没法融资的啊，那么要给他钱啊。当然了，老范没有说找大家要融资的这个意思啊。艺人公司融资怎么融啊？先去贷款啊，对吧？所以现在国家给了啊首贷贴息，就是你做一个艺人公司第一次去贷款，利息由国家补贴给你啊，它是这样来玩的。企业担保贷款有这个政府配套的贴息啊，你刚才咱们讲这个首贷是你没有担保的啊。你说我现在啊，企业有担保，我这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注册资金的一些抵押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抵押呀，这个有抵押的啊，这个政府都给你贴息。然后信用贷款快速审批啊，你不要说我贷不出钱来，但你说我是个体户啊，这个贷款确实费点劲啊，为什么艺人公司要去贷款？你说我要去做研发了，我要去进货了，我要去做生意了，对吧？我家里这点钱我不够使啊，我要去这个什么要怎么把这东西赚起来？你可以去贷款。啊，现在这么多的钱在银行里压着，大家都拿去炒股票，这事不行啊！你们要去贷款啊！他搞了这样的一套东西。现在很多开发区呢，还有专门的这种 OPC 的这种支持，就艺人公司嘛，他们的支持叫 AI 数字内容文创、科创，还有这种其他的一些艺人公司有这种专项扶持啊，比如说老范这样的啊，做自媒体的，北京好像朝阳区是有专门的自媒体的这种。OnePC 的这种支持啊，这个回头可以去研究一下。还有发钱不发，对吧？你现在在中国做艺人公司直接发钱。第一个是各种的房租减免，因为房子本来也租不出去，公司都倒闭了，对吧？那么现在在很多地方，它这个艺人公司一个工位的这个1个月的成本大概也就是100多块钱啊，或者200块钱，这是在北京哦，对吧？这个而且上来先减免3月，你可以在那儿白做3月。对吧？你这3月做满了怎么办？换一个地儿再做呗，对吧？所以房租都不要钱啊。那你说发点钱呢？发算力券、模型券和数据券，对吧？你建了那么多算力中心，对吧？这算力中心里的算力给谁啊？你可以直接拿这个券你说我现在艺人公司了，我拿券干活去，他直接使啊，没毛病。然后各国政府目前呢都在积极鼓励的艺人公司啊，都在积极鼓励艺人公司。
这个呢绝对不是在玩这个失业率遮盖啊，不是这样的。原来很多人说，哎呀，艺人公司是不是很多人找不着工作失业了，然后你把它藏起来，让他们去注册艺人公司就完了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注册艺人公司的成本是挺高的啊，而且注册艺人公司的比例一定不会特别高，所以靠艺人公司这个去掩饰或者掩盖失业率是非常不划算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这个国家政府去支持艺人公司是为了隐藏失业率啊，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你说政府为什么要去支持艺人公司呢？这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故事。如果这套体系跑起来了， AI 带来的失业潮就不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就不会发生2028全球智能危机里边所提到的那些很严重的、很悲惨的情况，对吧？甚至我们可以奔向人类从未达到过的新高峰。但如果不够快，那可能2028全球智能危机的文章里边所描述的这些场景就会发生啊。所以现在所有的国家政府都在鼓励艺人公司啊，就是在跟 AI 替代现有产业链、替代现有的这些公司去进行竞争。那么最后呢，下一个呢，说老范啊，赶快去注册一个艺人公司吧，都说成这样了，对吧？以老范为例啊，跟大家讲讲什么样的人需要去注册艺人公司，什么样的人不需要。这里头有几个概念啊，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者、个体工商户和艺人公司啊，这几个概念。首先呢，自由职业者啊，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描述啊，这个灵活就业者、自媒体、外卖快递啊、个体工商户、艺人公司的老板都是自由职业者啊，所以自由职业者在里头算是一个统称。下一个灵活就业呢，灵活就业其实我现在就算一个灵活就业状态啊，它呢其实是一个社保名称啊，它主要是跟社保相关的一个事情。我只要进入灵活就业，我就没有失业啊，这个相当于是可以掩盖失业率了。我呢没有单位给我承担社保啊，但是我还要交这个职工社保啊，就这一群人，我们就叫灵活就业啊，就跟老范这样。而且呢，我就业困难啊，我50岁以上了，再找工作找不着了。所以还可以享受一定的叫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对吧？你具体干什么没关系的，但是呢，你现在叫灵活就业啊，主要是为了交社保用的，而且我们不算在失业率里啊，不算在失业率里头。那个体工商户跟这个灵活就业有什么区别呢？就个体工商户就向前进了一步了跟灵活这个就业里头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个体工商户是可以给人开发票的。对吧？我们是没法给人开发票的啊。有人也会找老范说：“哎，老范，我请你做个咨询吧。”我说：“行。”但是老范是不给你开发票的啊，这个很麻烦，开发票得交税嘛。我都是拿到钱就完事了，而且我只有一本账啊。这个也包括我自己买的什么设备啊，我的大疆的这各种设备都是我自己拿到收入交了个人所得税以后去买的啊。这些东西都是我去买的。那么个体户呢，它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呢，它有发票它可以给大家开发票。第二个呢，它有执照啊，有些事儿呢，这个你个人没法接，你必须有执照，能签协议就有法人主体签协议才可以去做那这些事儿老范做不了，对吧？第三个呢，就是他买的这些设备你是可以抵扣成本的，对吧？像我现在是挣了钱交个人所得税然后去买自己喜欢的设备来录视频，接着去挣钱。那如果我现在去注册一个个体工商户，会有什么变化呢？我这可以什么呢？我买了这些东西了这是我拍视频必须要用的东西然后我把它抵扣到成本里去，那么我就可以少交税了那么我这个收入进到个体工商户的这个账户里去，我先去交这个个体工商户的所得税然后我再去交个人所得税，它是这样的。但是呢，我就可以把这些中间的开支都去掉。还有一个是交社保这个我们可以按企业的方式来缴纳社保了。然后在这一块呢，实际上也是一个税务优惠我可以把更多的这个收入的利润都交成社保那么以后我可以有更高的退休金这就是个体工商户的一个差异。但是个体工商户有一点是有问题的，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是个人连带责任一旦出了事儿了，家里有多少钱你得赔给人家赔进去它是没有责任有限的。还有一个个体工商户的缺陷是什么呢？就是没法融资你说我去找人融资行不行？那融资就相当于把钱给我了呗，
然后那我以后做的不好，我那不得卖房卖地嘛，卖房卖车这事儿受不了啊，所以个体工商户是没法融资的。那么再往后就是艺人公司了。虽然还是一个人啊，就是自由职业者是一个人，个体工商户是一个人，艺人公司也是一个人，但是艺人公司是责任有限公司了，对吧？他有注册资金了，对吧？在责任之内进行赔付，家里的钱跟公司的钱是分开的啊。我如果真的做生意把钱赔了啊，我出去借了钱啊，或者是有人投资我了，我把这钱赔光了，我只要把注册资金里的钱赔给人家完事了，对吧？我家里的钱是我家里的钱啊，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这么巨大的风险啊，这里头有一个巨大的风险啊，但是网上那些人通常是不提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注册资金没有实缴，或者你注册资金抽逃了啊，我一开始缴进去了，缴完了以后我把这钱拿走了啊，或者是公司账目很混乱，那么有限责任就会被击穿啊，人家还是会上你家里头来拿各种东西的啊。而且艺人公司是可以融资的啊，因为我有注册资金，我有一个底盘了嘛，大家可以来投资我啊，是可以干这件事情的，而且可以做很多的这种交易啊，大规模的这种交易，可以落这种个人 IP，比如说我现在申请一个品牌叫老范讲故事，我可以把它落在我的艺人公司里头，对吧？个体工商户是落不了这东西了啊，然后这个灵活就业也落不了这东西啊。以后我比如说我去卖老范讲故事的衣服，老范讲故事的这个包啊，我要有艺人公司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这么一个演进过程。那我现在呢，还是一个灵活就业者啊，既没有去注册个体工商户，也没有去注册艺人公司。为什么呢？我是个 YouTuber 啊，然后呢，我的收入本身不多，对吧？而且我的收入呢都是由谷歌给的，对吧？我也不需要向谷歌开发票，所以这个不需要这件事儿。我也不需要跟谷歌签合同，实际上我跟谷歌之间还是签了，是有一个合同的啊，只是他那个合同是个格式合同。我成为 YouTuber 的时候，他就认为我已经同意了，对吧？我到税务局去报税的时候，我会把那个合同打印出来给税务局去看的。那么，如果我需要交很多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我就要想办法去向个体工商户去转移了啊。但是我现在因为挣的钱不多啊，所以就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前面你说有没有企业说要跟老范合作啊？我要跟你签协议，你要给我开发票，也有啊，也有人找我要买这样的咨询服务，也有，但是并不是很多啊，所以也就算了啊，实在一个两个没法合作，也就拉倒了。如果有很多人说，哎，我们排着队要到老范这儿来去买各种的咨询服务，你要给我开发票，你要跟我签合同，那我可能就要去注册个体工商户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取舍。啊，当我收入多到啊，个人所得税已经太高了啊，没法搞定了啊，而且需要买大量的设备的时候啊，我就要去注册个体工商户啊，这个设备支出抵税啊，然后呢还可以提高社保额度啊，也可以抵税啊。当需要融资的时候啊，有人说，哎，老范，我要投资你啊，这个需要签合同的时候，需要公对公打款的时候啊，需要去做啊这个我的个人 IP 的时候啊，我需要去注册品牌的时候。我到那个时候才会去注册艺人公司，对吧？那么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个体工商户要比一个人的运营成本其实是要高的啊，因为我们要交两边税。我除了交个人所得税之外，我还要去交这个个体工商户的一个所得税啊，这是要两份的。而艺人公司的话，你除了交这个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之外，你还要去交增值税。你万一要买卖什么东西，你要交增值税，所以这个成本是很高的，而且你要维护它的。这个财务成本、法律成本啊，你还要去找律师，还要去找会计师啊，这个成本非常非常高。所以艺人公司，你一定要有那么大流水，有那么多生意的时候你再去做啊，你千万不要说，哎，我啥都没想好呢，我先去做个艺人公司，这个没有意义啊。所以先把商业模式跑通啊，达到哪一步再做哪一步的事情，这个才是正确的玩法。老范自己啊，现在商业模式呢初步跑通啊，至少可以养活自己吧。但是呢，更进一步扩大难度就非常非常高了啊！比如我想去接广告啊，我想去接品牌合作啊，我想去做咨询服务，这个呢需要更多的人来协作，不是说我做不了啊，而是需要有些人去协作了，我又不愿意雇这些人。那么如果有很多的艺人公司相互之间可以协作起来啊，那可能老范的生意还可以做得更大一些。老范想去做一些线下社群活动啊，比如说。我已经在北京、天津、上海都做过了啊。
进一步增加社群的活跃度和凝聚力。但是摩擦成本太高了，每次到一个地方我得找人啊，找地方，然后买吃的，还要再在当地做报名，对吧？这个也需要其他艺人公司配合。所以啊，这个艺人公司这件事儿，它也是有人先去了做了，有人后去做，但是一定是艺人公司的比例上升了以后啊，这个生意会变得越来越好做。那么最后呢，大家是不是要去拥抱一下这个艺人公司呢？别着急啊，先想清楚要做什么。艺人公司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不是因为你穿了个马甲啊，别人就认不出来你了啊。这个你穿不穿这个马甲啊，不会有特别大的区别。大公司大厂里边的业务拆散了，用 AI 重新实现，去做那些大公司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就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啊。这个过程尽可能的使用 AI 工具，先找到商业模式啊，当收益上升的时候，再考虑是否要注册个体工商户，再上升一段啊，再去考虑是不是要去做艺人公司。随着艺人公司逐步形成风潮，各种摩擦成本下降，艺人公司的机会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好，甚至里头可能有一些艺人公司会慢慢长大啊，因为他拿了融资以后，可能就会招聘啊，会的长得稍微的长起来一点点。而最后要记住是什么？艺人公司不是不要合作，恰恰相反，在 AI 的协作下去降低各种艺人公司之间的协作摩擦成本，才是艺人公司真正该去做的事情。很多现在失业的人啊，最终会成为艺人公司的老板，这个是必然。但是要注意，这个绝不是所有失业的人都会成为艺人公司的老板，而且这个成为艺人公司老板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啊，这个千万不要认为这就是所有失业人未来的方向啊，这个是错的。艺人公司不是适合所有人的方式，但艺人公司一定会大爆发啊，要比现在的艺人公司的数量多几百倍、几千倍啊，这是未来的方向。如何为艺人公司以及艺人公司时代去服务，是大家真正要去思考的问题。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艺人公司的故事。好，看看大家啊，哦天哪，提了这么多问题，好吧。好，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啊，好极了，软件公司看起来危险了啊！软件公司其实，我觉得软件公司肯定是最快被艺人公司清洗的。今天那个裁员6000人的公司啊，Block 嘛，对，确实是引领潮流啊，杰克多西干的活儿。其实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的，为什么呢？就是你让这些人留在公司里呢，你的公司的效率反而会下降。你把这些人干掉了以后，他们有可能会出去成为你的掘墓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公司本身效率也提升了，对吧？它最后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十年以后的大学毕，十年以后的大学生毕业后能干啥呢？那10年以后再说啊。过年好啊！过年后第一次赶上直播啊，欢迎欢迎。这是一种讲故事的新方式。还记得以前直播就是这个点评和吃药。哎，你从来没赶上过周五直播吧？好像赶上过吧？周五都是讲故事啊。这个，周三是这个，周三是周三是读评啊。周日呢，有时候会吃药啊。明天我们会再做一期直播啊。明天晚上8点，咱们讲这个，Open Cloud 的应用啊。来了啊！老范对艺人公司课程的描述，像极了李一舟啊！是的，他们就喜欢干这种活儿。你好啊，赶上了，对，好久没赶上老范直播了啊！对啊，我也是有日子没看到你了。你现在是回到美国又可以赶上直播了呗？大家赶紧艺人公司多开一间啊，这个就能够减少一个失业数据。靠艺人公司减少失业数据这件事儿是纯扯淡啊，这个太不划算了。个体户，你说啥？
哎，个体户跟艺人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个体户你是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啊，这个艺人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但是要注意一点啊，就是我印象里每个人啊只能开一个艺人公司，啊，这个是不能开好多个的。这些艺人公司课程讲的特别像教人如何中500万啊，钱怎么花，对，就这意思。大国并不缺乏为小微企业提供法律咨询的律所和税务服务的会计师，满大街都是啊，给钱就行。这个而且很多会计师都是艺人公司，这个有呢是有一些，但是呢，他们的服务方式和服务效率其实是很差的。这些公司呢，首先需要进行 AI 化改造啊，否则它是没法为别人去服务的，因为跟他们的沟通啊，这个摩擦成本太高。那都没用，因为小律所、小财务做不到，拿着历史文件硬刚行政机关的这个，这个在中国肯定搞不定啊。但是他们也会帮你去解决很多问题啊，只是解决的方式不太一样。协作沟通啊，反倒是 AI assistant 能够提效的领域啊，尤其是帮助有神经多样性的工程师。什么叫神经多样性的工程师啊？这个对其进度啊需求啊，对其进度与需求，好吧？现在的确不是特别成熟，还需要技术人员辅助，但确实可以减少一些可替代员工，提升效率了。是的，因为一旦公司裁员了，你剩下的人啊，他效率其实会上升的。你像这个 Block 裁员了以后，不是就只是股价上涨了吗？随着 AI 能力越来越强，AI 最终会重构各行各业，可能但是重构的过程不太一样啊。这个话题有意思，对啊，这个塔主也是艺人公司，其实你那还不是艺人公司，你们公司不少人嘞。艺人公司不是不行啊，原本就有行销设计好能力的 AI 帮你把腿儿接上。我就是以前做这个网络行销的啊，这个行销你是台湾人嘛？这个词儿在大陆说的很奇怪。现在网页设计和美工都省了啊，自己做生意就够了啊。这个是肯定是能够做一部分的事情。一个人公司很好，用 AI agent 来辅助干活我看好艺人公司，但是艺人公司还是要协作啊，以前要赶 CI quota 啊，以后要赶 token reset，对啊，就是这样的呀。这个每天所以半夜起来半夜鸡叫呢，是的，处理大部分 AI 信息也很痛苦。是的，我现在就是，每天上午我都是把所有的这个问题想清楚，开始提完了以后，进行阅读。现在基本上要阅读到吃过午饭啊，然后才能开始规划今天要录什么节目啊。这是我现在的一个状态。这公司都艺人了啊，还得去硬刚啊！我觉得艺人公司的大挑战是如何开办食堂呢？这个可能就需要有人为艺人公司的食堂来提供服务呢。本人专业提供指导，开设面向广大艺人公司共享食堂的新型商业模式的培训。你别培训了，你来给我们做饭吧。按你每天这个做饭做这么多饭的这个能力，对吧？你就给艺人公司做饭挺好的。我们整一堆艺人公司上你们家去蹭饭去，蹭饭不行啊，这得给钱。往往都是草包觉得自己是妖怪，这个塔主你说的太到点上了。说白了就是个人接一些外包业务啊，这个还不能是外包业务。接了外包业务呢，你就没必要去做艺人公司了做个体工商户就够了。艺人公司你还是要慢慢把资产沉淀下来。用 AI 接入微信、接入 QQ 去拉业务、跟客户初步聊天之类的，没那么容易啊！你拿微信、拿 AI 去接微信，微信直接封你号，或者自己接业务但是可以在开发上面让 AI 辅助提升效率这块是可以做的。
但是接业务太难了啊，从来不可能完美。是的，马斯克的旺盛精力背后这是什么？人工塑造的这个作息节律啊，这个词我不，即使它背后有一个，有一整个专业医疗团队提供专业支持，也难讲是不是在烧预期寿命、爆发执行力，这不知道啊。因为乔布斯反正不是一个好例子啊，希望马斯克长命百岁啊。外卖啥？你说啥似的？我前一阵子啊，尝试让一堆 agent 帮我做一个软件，在描述架构的时候，为了避免手绘草稿和 PPT 不容易丢给 AI，还改成了全用 Markdown，结果自己被纯文本形式绕晕了啊，完全无法保持全局记忆啊，更难别提啊把这个需求跟 AI 表达清楚了。你跟 AI 讲话这事儿是非常痛苦的。跟 AI 沟通的表达能力是很重要的，是的，AI agent 也不一定非得一人分饰多角，sub agent 就是来解决 context 啊，就是叫做上下文隔离的这个上下文隔离的问题啊，它确实是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啊，multi agent 就是也这个多个角色相互讨论的事情。要逻辑清晰地表达出需求，这太难了，我告诉你，非常非常痛苦。我这几天恶补了3维设计制图啊，然后用3D 打印、激光切割机和 CNC 机床制作各种成品，这个相当于适合艺人公司。这个艺人公司不是说你能做出什么来，而是说，你是不是有这么大的生意啊？是不是需要融资？是不是需要沉淀品牌啊？这个才是艺人公司。哎，你说我把这东西都做完了，然后我很开心，这个不需要去做艺人公司啊。第一个产品是我把我的意式浓缩咖啡机的蒸汽旋钮替换成了3维打印的扳手，顿时高大上了。哎，这个挺过瘾的啊，这个非常棒。但是如果你说，哎，我要注册商标，我要把这个这个把手卖掉啊，那你就要去做艺人公司了。来了点赞啊，欢迎。大公司请得到网红律师和专业财务，也能够通过旋转门搞到好的政商关系，不然哪天突然掏出一个倒茶啊，这个倒茶你是搞不定的，这个永远有倒茶，呃，让你补税交罚款，你怎么办？其实好多倒茶这个事儿呢，也是他们前头自己做的不规矩啊。这个只有在中国出现过这种，就是地方政府制定的税务优化这个政策，然后最后这个被中央取消了以后，要求倒茶，这个中国出过，其他地方印度可能也有，其他地方真未必有这种东西。所以我琢磨着跟 AI 表达出自己的需求之前，一定要至少能够先跟自己表达清楚需求，搞清楚自己要什么啊，然后我就搞了一堆 agents 重新干这个事情，帮我为自己梳理清楚需求。但是发现基于纯文本的交流方式，对于这种事情帮助不大啊，我的需求绕不开大量的副文本、思维导图、手绘稿等等啊，一切能够用到的多媒体形态都得用上啊，系统太复杂了。这个我觉得你还是第一个需要再提升你的逻辑能力。第二个，现在 AI 已经可以识别这些什么思维导图啊、什么副文本、手绘稿都可以搞定了。这种否定论才是错的啊，哪块错了呢？没错呀，Open Cloud 本质就等同于艺人公司啊，Open Cloud 跟艺人公司是两个概念。艺人公司是你要挣够足够多的钱，它实际上是个法律概念啊，只是创业不适合所有人啊，创业只适合想创业的人，当然也有逼上梁山的了。这个
长篇大论本身啊，可以先找个好的 AI 对话。是的，这个说对了。要不你先讲 OpenCloud 帮你报一下税，你先让 OpenCloud 帮你报一下税，正好现在是报税季了，这个你可能很快就要罚钱了啊！你现在看这个事儿，提前预定就有啊，这个是哪个？个人公司自己都可以报税啊，也可以找代理报税，报税还是挺麻烦的一个事情。像我们以前做公司的时候，第一次做公司啊，找税务来报税，经常干什么？你开错票了，然后作废一张，你又开错了，再作废一张，你要再作废，我就不给你报了。他认为你有可能偷税漏税啊，反正那玩意儿不是那么简单的。反思过啊，重点不是长篇大论，是系统本身。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分层级啊，然后分模块儿。你如果上来你就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话，你永远是长篇大论。不是说不能报啊，是说它靠谱吗？至少目前还不行啊。你不能把 AI 不能做的事性来啊反驳的理由，什么意思？啊，你不能把 AI 不能做的事情来做反驳的理由啊。这个 AI 呢，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啊，只是说你到底能做的哪一步，应该怎么做而已。数据分析是 AI 的强项啊，但是这个幻觉也是它的强项。AI 是完全可以辅助的啊，这个没毛病。跪求提前预定就有的链接，这个是什么？提前预定就有链接？没看懂这段聊的哪个啊？让他登录税务网站来报税啊，比自己还强啊！我对自己对税务都不了解，但你还是要小心啊，有可能会被找后账的。你会找税务报税啊，税师报税，税单上有他签字啊，出了事情是税师符合报税流程啊，出了事儿审计会复核报税流程。如果是会计师疏忽造成的错误，你是可能不为此负责的啊。OpenCloud 能签这个字吗？啊，这个其实签字这个事情本身没有那么重要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咱们细聊。不用签字的啊，我还报过税呢啊，这个实际上你就把这玩意儿当计算器使了呗。对，报税的签字是印监程序，你点就好了啊，不是真的去签字。不，你点的意思就是你自己签了，不是说那个没有人签啊，还是签了，可以不用签字，但是你自己负全部责任啊，就这意思。今天这种神题目啊，也只有老范讲清楚。哎，没，咱们也就是自己有感而发啊，不能算讲清楚。估计 AI 都要认真啃这集来学习啊。这个回头我会把它这个剪成小的这个内容啊，然后再去出这个文案啊，这个都会。老范的视频都是有文稿的。话题是艺人公司，如果是一般纳税人啊，这种是找代理就好啊，你不用 AI 来做，AI 只是帮你去做辅助的提醒之类就行了啊。这个 AI 的问题在哪儿？AI 的问题不是说它做的对做不对，而是它的边界不清楚，它搞不清楚它自己到底能干什么啊，所以这块还是需要人来去给他提要求的。艺人公司用的 AI 啊，不是让你来干这活的啊。这个艺人公司用 AI 也可以干这个活，就是报税的也可以是艺人公司啊，这个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的业务大，就需要找代理啊，这个大家都了解。现阶段在公司内部形成艺人节点，原来7、8个人的小组精简为艺人，可能是合适的。既不打乱原来的协作，同时降低节点之内的摩擦。那问题是剩哪个人呢？对吧？那大家怎么去分呢？没有那么容易啊！这个好啊，你们再去折腾这个事儿了。又开始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了啊！是的，又开始干这个活了。其实每一次出现失业潮的时候，政府都会用这样的方式，而且不光是中国政府，全世界的政府都是这么干的失业潮了怎么办啊？那么赶快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啊！
就像我申请专利啊，我都用 AI 帮我分析专利申请成功的概率啊，也挺好的。这个以前都是我们自己做这个活儿，也让 AI 帮我写专利文档啊，这个，你可以试试啊，这个，不是都说好了 AI 来了就不用工作了，或者没有工作了。工作这个事儿呢，按共产主义的说法，不是义务啊，它是权利，我有权利工作，你不能剥夺我工作的权利，对吧？AI 时代当然是可以的啊，这也是一条路啊，是。不想创业怕累的啊，当然没必要开公司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先别想着我要创业，你先把事儿干了，干完了以后呢，干到一定阶段，我再去做艺人公司啊。艺人公司这个概念指的是，以前一个人想开公司真的很难，其实不难，以前一个人也是可以开这种艺人法人主体公司的啊。开公司麻烦事儿很多啊，税务、销售。其实呢，开公司里头它是有两部分啊，一部分是你维持公司本身运作的这套体系啊，工商登记、注册、报税啊，然后那个让公司顺利存续下去啊，这是一套。然后另外一套呢是公司本身的业务，什么销售、技术啊这些东西，就是销售技术这个东西呢，你怎么着都得干。那么现在呢，就是为前面这部分服务的。现在呢，其实以现在的会计师和律师的这些服务能力来说，其实肯定是不够的啊。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服务能力可能只能够服务现在这几个公司。当你艺人公司的数量有成千上万倍的增长以后，那么现在这个律师和会计师一定会不够用的，所以他们也必须每个人都要用 AI 武装起来，对吧？那你说你让我自己去跟 AI 提要求啊，你给我报个税啊，你给我做什么事儿？你还不如有个熟练的税务师，他去跟 AI 提好要求，这事儿多省事儿啊！Agent 说无法下单啊，AI Agent 好吧，商务更难做啊，即使是艺人公司，这个也行维护，也得维护好几个报表啊，你的这个每项支出都要解释，对，是这样的。这个可以让 AI 给你编点儿能打动审，不能编啊，AI 你要在这编的话，这事儿就要出事儿了。我们不去研究这件事儿了啊。就 AI 开公司的能力肯定就是有了 AI 以后，肯定是摩擦成本下降了啊。那你的 skill 没有安装到位了，这个你们还在研究怎么买东西啊？艺人公司没有那么多业务的时候啊，就自己来啊。艺人公司没有那么多业务，压根就不需要开。呃，这种艺人公司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直接沿用 DBA 啊，或者是单人这个什么的，呃，就是它在整个法律架构上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就是这个概念早就有啊，在我原来做投资的时候就有艺人公司，但是呢，那个时候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个例而已。我们当时就是有些人会去做一个艺人公司，通常是给他自己做一些税务规划用。只是现在呢，大家在鼓励做艺人公司，是在做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现在公司里的会计一样用 AI 啊，这个是的。哎，我挺好奇的，现在 AI 会计怎么用 AI 这个事儿，我是回头找个会计去问一问啊。做短视频 AI 都是好帮手，对啊，我现在做短视频也大量的 AI 帮忙从CloudBot 到这个 CloudDX，再到这个就没有 CloudDX，叫 Notebook 啊，像那样的。我这台2017年的这个，好吧，你这个这么长的我就不给你念了啊。做电商管理独立站、管理店铺，让 AI 运营完全是可行的，但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啊，特别是当你需要接很多很多的平台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专业人士用 AI 放大生产力，跟外行用 AI，产生可替代专业人士的幻觉是两回事啊，这个我是同意的。Telegram 你可以买这个我们不研究这件事儿了啊。云厂商的客服工单基本就是个摆设，确实是这样。
就是你向云厂商提各种问题，基本上没人理你啊。艺人公司如何用 AI 啊？这个你都搞错了啊！这个哪儿错了？谁跟你这个我不跟你们去研究这件事儿了啊。大厨3D 这个点应该还在睡觉啊，他至少还得2个小时才能回你啊！你们在研究买东西哈。哪怕你现在准备创业，想去融资 AI，都可以帮你做一份更好的商业计划书。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啊！商业计划书还是老老实实人写吧，因为我原来就是天天看人家 BP 的人啊。这个当然我们那时候还没有 AI 啊，你要相信投资人一定会很认真的用 AI 去检查你的商业计划书的。创业后你不懂，遇到问题都可以问 AI。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先问 AI，然后再去创业啊。这个，如果你本身就是个开发者啊，这个我们不要长篇大论来讨论了啊。那他回答不能做，估计是他的 AI agent 在回答啊。你们还在研究买东西哈。这个你们之间的讨论我就不怎么参与了啊。他会用 AI 3天回消息，AI 做他擅长的事情就好。但是 AI 擅长的事情是在你的要求下做你擅长的事情。呃，搞了点发票折旧这些，就对抗 AI 失业了，这么好啊？这个，跟 AI 失业有关系吗？中国有没有可能将来演变成不再依靠官方印制的正式发票来收税，像美国公司按自己定义的格式做 invoice 就有效？啊，这个不太一样啊，就是中国跟美国的税务制度在这儿是不一样的。中国走的是苏联那套制度啊，就是你必须要有发票。其实现在大量也都是电子发票啊，并不是说自己印制的这个自己制定格式，不是这样的，就是它是电子发票。但是电子发票那个还是唯一的有号的啊，所以它跟纸质发票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它是电子的，没有那张纸。开不了发票，甲方可以走劳务服务费，有些甲方愿意走，有些甲方他不愿意走这个啊，所以它不太一样。一些公司不愿意承担啊，因为要报税，而且少了抵扣啊，不过额度不高，大多数正规公司还是愿意承担这个成本的，是这样的。但你说，如果我现在想收一个很高的咨询费，那他也希望把这个咨询费的成本拿回去抵扣他的一些这种研发成本啊，或者是一些销售成本，对吧？他也不希望把这东西通通都当成劳务成本给他报税了，所以这个还是有差异的吧。60-70年前啊，这个你们还在讨论这件事儿吗？我就不跟你讨论了啊。不会最近剪头了吧？啊，这个我是不相信，没有任何封建迷信的啊。什么正月剃头死舅舅这种事儿，我是不信的。我现在还剩2个舅舅，啊，不研究这事儿啊。其实有限责任公司在本质上，不在于你是不是一个人做决策，而是公司在决策。一人公司太容易被击穿了，击穿的核心还是你自己的账目不清楚啊，它就很容易击穿。或者说你拿了一人公司，嘁哩喀喳给人开发票去抵税去了，结果你又没有进账进来啊，那这就很容易出事儿。就是你从击穿的角度上说，一个人和10个人其实没有区别。喜欢看我的视频啊，来帮助我去学习中文。你任何的建议，这个被中国公司雇佣吗？Do you have any advice？这个是什么啊？我没太看懂啊，你这个最后这句话是什么？没关系，反正英文不是很好。这个你们不要再研究这个事儿了。用电子发票那不是更好啊？那么允许个人开电子发票不就得了？不允许啊，个人是不能开电子发票的。
创业不适合部分人啊，我们浙江人就喜欢创业啊，你只是也不适合所有的浙江人啊，千万不要开地图炮。真正花时间的是审核结果啊，就是你还是得看嘛，你要大量的阅读嘛。票不是关键啊，关键是账，是的，就是你要内外账不能把它搞乱了。很多人就是公司收了钱，我就自己把它花了啊，这事儿是不行的。开发票是自己登录电子税务局啊，这个人也可以开。对，浙江不是内地啊，这个什么意思？我也在考虑做艺人公司啊，挺好的。你只要有业务就可以去做啊，沿海啊，沿海要浓一些啊，这个劳动人民的智慧，这可能是真没办法。这个不知道你们在讲哪一段啊？你的记账啊，你的账记得小葱拌豆腐啊，一清二白，难道就不会被击穿了？如果你的账目非常清晰的话，是不能击穿的啊，要不然责任有限不是扯淡了吗？营商环境好很多啊，这个啊，反正江浙一带确实是好很多吧。对呀，但是美东时间要早起，好吧？炒房团创业风险很大，这个他们炒房团能够炒起来，本身就说明大家已经有很好的协作了。对，开公司肯定是先自己把业务做起来，这个事儿是对的。那些搞黄色产业的，都没有纳入失业统计，这个咱不讨论啊，这个咱不讨论。印章要钱啊，好吧，你们这个不要讨论太细节的东西。有限责任公司也不代表一定是责任有限，有些这个有些什么索嗨注册资本金报好几百万啊，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当大家最后这个注册资本实缴了啊，你就在注册资本之内去责任有限就完了，你没实缴这事儿就没法整，对吧？像我们以前还遇到这种仨人创业啊，不是一人啊，仨人创业，我说那注册资本多少钱？3000万。我说你有3000万吗？没有啊，又不用实缴。我说那你为什么要3000万？有好多生意、好多资质，你申请的时候要3000万注册资本。我说那万一以后出事了，找你要这3000万，你怎么办呢？要卖房子卖地啊？那不行啊，这事儿我不干了，对吧？这个很多人他自己想不清楚这事儿。另一个角度，艺人公司会不会反方向促进企业组织变革？我觉得大型公司可能危险，但中小型公司会更危险，艺人公司反而还好。它是这样，就中小型公司跟大公司呢，也不一定谁就会更危险一些啊。但是，呃，艺人公司就属于是死了以后没那么大响动啊，它肯定死的数更多。这个，所以不是什么还好。艺人公司是注册个体工商户比较好啊，不是，艺人公司跟个体工商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准备干艺人公司，没有盈利模式，做什么别人很容易复制啊，这个那你做它干嘛呀？创业方面没有啥，你们浙江人、温州人、宁波人和杭州人的创业观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是认同的吧，就是大家都一样。当然各地会有差异，人跟人之间差异很大，我觉得咱们没必要去讨论这个事儿了吧。我来看看啊，啊，中午刚手术完发呆中，你干嘛了？你这是长命百岁啊？好吧，啊，这是土拨鼠的账号啊，啊，这个，你这是把这个智齿拔了，全麻智齿，让我走一堆行政税务流程啊，我也觉得烦啊，一人公司就一个人做所有，相当于单枪匹马做业务，很多基建的缺乏才是最大的桎梏，是这样的。
艺人公司是创业初期吧，但是你先创起来再说嘛。最近半年做过几次 OPC 的培训啊，我主要强调小而美，这个商业容易起步，社交网络可能可以很高效的获客，千人铁粉，这个没那么容易啊，就是获客这个事儿，在这个社交网络上，其实真正能够有关注的人是很少的。与时俱进啊，以前哪里都想当老板啊，现在很多父母希望公务员了，是这样的。或者听说未来女士是个小老板，就多担一个心啊。是的，如果没有北龙湖500平的大平层啊，那是好吧，这个逻辑很奇怪啊。正因为很多人无法清晰地表达需求，我们这种爱口嗨的产品经理才有市场啊。这个，很多程序员也很爱口嗨啊。马斯克就是创业者思维啊，这个我们不要去上头啊。李飞飞啊，就是搞纯的非文本信息输入啊，这个李飞飞还不能算纯的非文本信息输入。欧美艺人公司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非终端消费啊，不收消费税啊，这个我就不那么了解了，这个事儿是不懂。我用 OpenCloud 做了一个同步 iOS 的同步健康 APP 啊，这2天上架排队可慢了。你想苹果审核这2天有多痛苦啊？我的咖啡机蒸汽把手就打算亚马逊，提供个性化定制啊，我下一个版本就做上卡尔家厨的商标字样。哎，那你现在个人能够烙这个商标吗？反正在中国不行啊，在中国你要想烙商标在身上，就还是要去做个人公司了。创业之前找 AI 咨询一下也挺好啊，这个是这样的。我觉得艺人公司很难真正实现盈利啊，这个就跟当年的万众创业一样，中关村、土石城啊，曾经的创业大街，现在空无一人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绝大部分的创业者都会失败，绝大部分的艺人公司都会倒闭，但是呢，量足够大了以后，还是有一定的概率会成功的啊。我目前的小目标是，打印出电动机，然后做一台无人机。电动机能打印吗？那个东西缠线圈呢。现在是个人公司，有机会的 AI 是风口机会多啊。这个话说的这么别扭，是不是来太晚了？先给你点个赞啊，对，先点个赞吧。我们这就要结束了，快要把评论读完了啊，还有几个。好吧，老范说的分层级的事情我已经做了，只不过1.0版本的软件，连配套的机械什么这些东西都已经跑通了，现在开始 AI 迭代2.0版，挺好的，干吧。主要艺人公司能够给很多有想法但没有编程能力的人啊，这个开发 MVP 测试市场反应，现在受欢迎的话就去要是受欢迎的话就去找程序员啊，找风投啊也可以吧。以前开艺人公司也不难啊，或者说开艺人公司架子都觉得难啊。现在那么的反思是否的开公司，是啊，OPC 很早的概念啊，大概15、16年就有。AI 是一个促进，对 AI 真正促进的是整个社会向艺人公司的方向去转变，就是大量的艺人公司涌现啊，这是 AI 最后真正能够去带来的东西。以前开艺人公司啊，对，是的，又来了一遍啊，主要是没业务，有业务无所谓几个人的公司啊，这个也可以这么讲吧。AI 做，这个我就不再看你这个了，一下好像跳了很远啊。
我以前天天帮人改 BP 啊，这个很多人的 BP 就是一坨，但是沟通后发现，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写，而是因为他们没想明白，是这样的。哎，其实很多人的 BP，像我们原来拿 BP 呢，通常是只看第一部分的啊，就不看第二部分。然后呢，这个因为 BP 一般是这样，第一部分是市场有什么问题，第二部分是我想怎么解决，第三部分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只有我能解决，第四部分是我准备花多少钱，挣多少钱，然后要多少钱啊，怎么分这些东西，一共是分4块。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不看第二部分呢？因为有时候看不懂，这个首先要承认，有时候呢，第二部分写的还很混乱啊，就是他自己写的也乱七八糟的，因为很多这个我想怎么解决问题呢，都是一帮内行人用内行语言写的东西，就外人你根本看不明白。那为什么会着重看第一部分呢？就是这个第一部分是市场调研啊和这个市场理解啊以及这个问题分析啊。如果这部分写不好的人，后边基本上不用看。瘦了吗？没有啊，只是瘦脸滤镜而已。那位老哥问啊，是如何得到中国公司的 offer 啊？这样的，来求职啊，来投简历啊，就这么简单。我在微信上给客户开过电子发票啊，这个也可以做吧，反正个人不是说完全不能开发票，但是反正挺麻烦的。内外账啊，范老师今天说的这么直白吗？这个我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啊。不要把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往我头上扣。现在开公司不是 APP 点一下，然后等着营业执照不就行了吗？是这样的呀。但是你开完了以后，后边的成本是无限叠加的呀。所以你要想清楚，你挣得出这个成本来不？5年认缴期啊，到期注销公司就行了。但是你如果中间欠了钱，你就得有问题啊。所以像我们都是不建议大家做这种空壳不实缴的公司。很难听啊，这个梭嗨没看懂。注销只是第一步，跑路是第二步，注销不跑路，迟早没出路，好吧？这个咱们不考虑这些事儿啊。个体工商户权限没有公司高，是的，公司繁琐的地方就是报税，公司繁琐的地方是做账啊。这个个体工商户呢，因为你反正就是无限连带责任嘛，还能好一点啊。但是公司你必须要做账，就是公账私账你是要分开的。一人公司啊，做生意亏本了，债权人可以起诉你的决策过程，否定是有限责任啊。这个那你就打这个官司呗，那你还是可以打的嘛。如果是董事会或者是有限合伙公司，就比较容易防火墙啊。这个一人公司呢，你只要是把它做的比较规矩，你说我该交的钱都交了啊，然后呢也没有把这个账搞混，对吧？那么这件事儿呢就还好啊，你就算他起诉了，他反正也是有一个掰扯的一个过程。但是你一旦比如说给人实锤了，说哎我自己从公司拿钱啊，然后没有发票或者没有什么东西，那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击穿了。一人公司如果能够形成浪潮，对于大公司冲击较大，中小公司，可能有促进作用。我觉得是这样啊，一人公司如果成为浪潮，对于大公司的中下层，可能冲击巨大。那么大公司会缩编啊，一下缩个40%、50%，缩下去了，对吧？然后内部呢，相对来说会松散一些。我都没反应过来，讲的是粤语啊，好吧？对，好吧。你的这个手术终于做掉了。我2个月前注册了爱沙尼亚的个人公司，保税流程相对简单些。这个你看，像我就懒得去折腾这种事儿了。做了无人机之后，电机那些都有了啊。这个接下来就是3D 打印一台更加好的3D 打印机，没问题。你还是去打印机器人吧。OPC 不是风口啊，这个反正现在大家都在折腾这个事儿啊。公司找个商业用房，
拍张房产证照片和租赁合同上传就有申请，这好吧。商用 3D 打印我们用了好几年了啊，现在打印出来的东西细致程度离制造商品级的无人机还远啊。这个最近没研究这东西。我是亚马逊销售个性化这个咖啡机蒸汽扳手啊，例如你要求扳手上是老范咖啡的字样啊，没问题，拿去用吧，我授权给你了。是的，很多人根本没真正了解过市场，大多数都是跟朋友聊天聊嗨了，说服了自己。是的，注销之后账本要求保留15年呢，那这个注销没那么容易。公司做账1年1000来块，包给别人做就行了。你也得有账啊，像我们以前最后弄得乱七八糟，人家都不愿意给我们做。互联网最麻烦的就是乱扣啊，支持你的说法，什么意思？没看懂。你把公司命脉外包出去啊，他能替你坐牢吗？这个就是外包会计这个事儿还是挺正常的，但是你首先自己还是要有账啊，你如果自己的账就乱七八糟的，就没人给你做，只是说在你账务做好了以后，他帮你去填报表。税务部门闲得蛋疼，查你这个小微公司，这个不能这么想啊！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了，不好说啊。这个你可以用 AI 开一人公司，行政行政机关也可以用 AI 审核你的财务啊，是这样的。不远啊，3D 打印的大疆无人机的骨架不难啊，这个打骨架可以，但是你打个螺旋桨，你看看那个能不能行啊？你的 3D 商业打印机往往是追求强度，要么是那些性能指标啊，好吧？哎呀，我们终于快读完了啊！AI 太傻了，做账的唯一用处是不交税啊，不是人家叫合理避税，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实在想不出艺人公司做啥，除了博主，估计90%都是博主内容输出。很多艺人公司其实像刚才咱们讲了，会计师、律师、咨询啊，还有很多这种中介，其实都是艺人公司。现在税务缺钱，蚊子腿也是肉啊，这个征税也是有成本的。外包会计跟外包财务是两回事啊，这个得有个人啊把账捋顺了啊，再找会计。是的，就是你账肯定在自己手里头啊，找外边人就是来做税而已啊，做这个账啊，做税而已。对，是这样。艺人公司最大的好处是收钱，没有公司有些账是开不出发票啊，而且可以收大笔的钱。好啊，那我们差不多就到这里。再预告一下啊，明天晚上8点啊，我跟范凯一块儿跟大家去介绍 OpenCloud 的一些具体使用然后本周应该会有会员节目大概就是这样咱们这一周的直播差不多到这里了，我看看，那么咱们周末愉快，再见，结束直播。